是剛剛經過近日點的萊蒙彗星的彗尾，而這是經過近日點後的3阿特拉斯的彗尾。它的外觀依舊模糊，還是沒有明顯的塵埃留下。隨着3阿特拉斯經過近日點後亮度急劇上升，越來越多的望遠鏡和探測衛星都拍攝到了這位星際訪客的身影。11月5日，來自西班牙的 INES 望遠鏡拍到了剛剛經過近日點的3阿特拉斯的影像。它顯示出緊湊的光源，依然沒有清晰的彗尾。彗發在形態上仍與哈勃望遠鏡在7月份拍到的沒有太大區別。同一天，亞利桑那州的洛厄爾望遠鏡拍到了距離太陽 1.38 個天文單位的3阿特拉斯。影像中它看起來像一個明亮的光球，周圍有微弱的光芒，類似於彗發，但依然沒有明確的彗星尾巴。虛擬望遠鏡項目也在這天報告了3阿特拉斯的近日點圖像，周圍有一圈微弱的彌漫彗尾，依然沒有特別清晰的拖後彗尾。通過各大望遠鏡的觀測數據來看，3阿特拉斯在近日點後的這一行為確實反常。要知道，通常彗星在經過近日點後都會大量噴發物質，噴發產生的推力又會讓彗星產生非引力加速。3阿特拉斯也產生了非引力加速，但我們卻沒有觀測到這種大面積噴發。這期視頻就帶大家分析一下造成這種現象背後可能的原因。一，它太古老了。根據科學家推算，3阿特拉斯的年齡可能超過76億年，它的年齡比整個太陽系的年齡還古老2倍。3阿特拉斯來自銀河系的後盤區域，而它從母恆星飛到我們的太陽系至少飛了8億年，這意味着它的揮發性物質可能都在路途中經過的恆星系裡揮發掉了。要知道，根據韋伯望遠鏡的光譜數据，它的二氧化碳與水的比值達到了8:1，這說明它的表面冰種類與太陽系常見的彗星不同，水冰極少。缺乏水冰意味着噴發效率低，噴出的塵埃就少。而二氧化碳升華溫度更低，靠近太陽時早已蒸發殆盡，導致近日點時反而沒有足夠的氣體噴射產生尾巴。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它沒有十分明顯的彗尾，只剩下了一團微弱的輝光。2、觀測角度問題。另一種可能是3阿特拉斯尾巴的方向與地球觀測視角幾乎重合。彗尾總是沿着遠離太陽的方向延伸，但如果這條尾巴恰好指向或背對地球，那麼在圖像上就會被視作一個緊湊的亮斑，難以分辨出方向性結構。此外，3阿特拉斯的軌道傾角僅與黃道面相差不到5度。這種幾乎正面穿越的軌跡讓尾巴方向和太陽的連線高度重合，也解釋了為何即使多台望遠鏡同時觀測，仍然難以從影像上確認尾巴的形態。也許它有尾巴，但那條尾巴正朝着我們而來。但問題就是太陽周圍的觀測衛星也沒有看到這條尾巴。要知道 Stereo 衛星可是側着太陽拍下3阿特拉斯的，但在它的圖像中還是只能看到一团輝光。最後一個就是勒布教授提出的非自然因素。3阿特拉斯在經過近日點時候產生了非引力加速，但這種非引力加速在彗星身上是很常見的。往往彗星靠近太陽時，會和表面的物質升華，形成噴氣流。這些噴氣從天體一側噴出，會產生微小推力，這就是彗星尾部噴氣造成的非引力效應。3阿特拉斯也產生了這種非引力效應。但問題是我們什麼都沒觀測到，近日點後的各大望遠鏡都沒有觀測到大面積噴發氣體，只有一圈微弱的光暈在彗核周圍形成淡淡的揮發，這就相當難以解釋了。勒布也將這一點列為3阿特拉斯的第10個異常點。不過科學家們認為，如果3阿特拉斯釋放的主要是高溫氣體而非塵埃，那麼它確實可能產生加速，並且不會在背後形成尾巴。所以關於它的這個異常現象的解釋，還需要更多的觀測來認證。畢竟這顆來自銀河系深處的星際彗星，本身就比我們整個太陽系的歷史都久遠，而它身上的未解之謎可能還遠不止這些。